被公司定位错了5年的演员，程毅早期那段没人讲清楚的故事。被公司定位错了5年的演员，程毅早期那段没人讲清楚的故事。慢慢说哈，我今晚不是来唱衰，也不是来吹捧的。今晚我想聊一个我自己想了挺久的事儿，一个演员在他职业生涯最早那几年，被自己公司放错了位置，是种什么样的体验？有时候我会想啊，一个演员心里其实早就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，只是那个阶段没人问他罢了。今天这期就是讲这么一个人。如果你顺着这个思路往回翻程毅的履历，你会看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。今天大部分观众认识他是从2020年琉璃开始的。司凤一出，整个市场把他归到了清冷古装男主那个赛道。后来沉香如屑、莲花楼基本把这个标签焊死了。李莲花那个角色，他演的真的，怎么说呢？那种笑里藏着泪，温吞里藏着风的感觉，不是新人能演出来的。但这只是表层。所以问题来了，如果他真是2020年才突然出现的演员，那这种层次感是从哪儿来的？一个真正的新人不会有这种被生活压过的眼神。所以这事儿就有意思了。我们往回到，程毅本名不叫程毅，叫傅诗琪。这个名字啊，怎么说呢？听起来确实是偏一点点女性化的感觉。然后他出道签的第一家公司是星汇天机，后面咱们简称天机就行。这个名字咱们后面都用前东家带过，今天不是来骂公司的。天机做的第一件事让他改名。注意啊，是让他改，不是他自己想改。这是公司的硬性要求。理由之一就是本名读起来偏女性化，不利于走他们规划的那个赛道。那个赛道是什么呢？大银幕硬汉。这里得补一句背景。天机这家公司的老板，你查一查就知道，背景是动作影星这条线出来的。所以公司从一开始的判断就是，男新人要走大银幕，必须先把硬度立起来。公司给他规划的路线是晒黑、增肌，走大银幕硬汉戏路。2011年那波啊，不对，2012年，我查一下啊，对，2012年他接了一部叫《鬼爱》的电影，跟辛芷蕾合作。那是典型的硬汉惊悚项目。我跟你讲，这个画面你脑子里过一下。一个气质本来非常清冷、骨相偏文气的年轻演员，被要求晒黑、健身、增肌，然后塞进硬汉惊悚片。这不是他能不能演的问题，是赛道根本就没对上。那段日子他的成绩怎么说呢？市场反馈不够理想，热度也没起来。但你要清楚啊，在那个剧本框架下，在那种公司定位下，任何气质偏清冷的演员都很难发挥。这不是演员的问题，是项目本身的定位就拧着的。所以从2011年到2015年，他跟天机合约期内那几年，表面看他是在原地踏步，但实际上他在做一件特别累的事，配合一个跟自己本质完全错位的人设，并且尽力把它做好。我先把这个说完啊，这种配合度其实是非常少见的。很多新人演员碰到这种情况，要么直接撂挑子，要么混日子。但程毅是真的去晒，真的去练，真的去演。这件事单独拎出来，已经能说明他的职业态度了。行，到这儿我得跳一下，先说一个行业背景，不然你听不懂为什么会这样。2011到2016那几年是中国大银幕硬汉电影概念最热的时候。市场判断是，男演员要走大银幕，必须先把硬度立起来。所以那几年随便翻一翻，多少新签约的男新人被推去拍硬汉戏、动作戏、警匪戏，然后悄无声息地消失了。这个现象，行业里有个不太正式的说法，叫错位包装。翻译成人话就是，公司根据当下市场风向给艺人定位，而不是根据艺人本身的特质给艺人定位。你品，你细品。这两个出发点，一个是市场要什么，我给你什么；一个是你是什么样的人，我帮你放大什么。结果是天差地别的。错位包装下，演员变成了市场风向的填充物。
火候没到，赛道选错，大多数人就这样卡死在出道前5年，然后就没有然后了。但程毅有一点不一样，他熬下来了。行，接着说。我做这期视频之前，老实讲，我对程毅的认知就是流离之后的清冷古装一哥。我以为他是2020年突然冒出来的，但你要是顺着早期资料往回翻，不对，这人已经在水下游了快10年。我有时候半夜会想，一个演员从出道开始，被定位在错的赛道上5年，每天该晒晒，该练练，该演演，但心里那个我其实不是这个赛道的人的感觉是怎么扛过来的？说实话，我不一定有那个定力。能在一个错位的人设里坚持5年还没把自己丢掉的演员，你想想看，这个人本身的自我认知是有多清楚。所以错位包装这件事反过来证明了3件事。第一，他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。公司让改名他改了，让晒黑他晒了，让接硬汉戏他接了，但他心里始终知道自己其实不是这个赛道的。这种配合但不迷失是非常难的一种自我定力。第二，那5年不是浪费，是他职业耐力的底子。一个被错位定位5年还没消失，还能反过来回到对的赛道的演员，这本身就是稀有物种，多数人没这个机会。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，2020年流离之后那个突然爆红，其实根本不突然，那不是新人爆发，那是一个被压了5年的人，终于被允许做他自己。司凤那个角色为什么他演得那么贴？因为那种内里清冷，外表克制，内心有火的质感，本来就是他自己的底色。前5年公司在硬掰他，流离之后他终于不用掰了。懂行的都知道，这种情况不是个人能左右的，能熬过来是耐力级的胜利。行，最后说几句。做这期视频之前，我说过了，我对程毅的印象就是流离之后那个清冷古装男主。做完这期我才发现，我其实也曾经误会过他。我把他归到了幸运的爆红型，但他根本不是。他是被错位5年还能回得来的那种，这两个完全不是一回事。所以今天这期，与其说是聊程毅，不如说是通过他这一个 case，去看清错位包装这个行业现象到底是什么，它毁掉了多少人，又有多少人靠耐力 hold 住了。半夜睡不着想这事的时候，我突然意识到，演员这个行业里最稀缺的从来不是天赋，是被放错位置之后还能不丢失自己的能力。这种演员的故事，懂的人会懂。如果你也是从早期就一直在看他的老粉，评论区说一句，你最早是从哪部戏开始注意到他的？我特别想看。今晚这期就到这，睡个好觉。